走，我们知道在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，美国已经证明他现在的全领域作战，用他的太空军，用他的网络部队，已经是天下无敌了。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，这样的国家，你已经把伊朗都给干掉了。对，伊朗其实现在像一些小毛贼一样打游击战呢。没错，就这是他的国防部副部长。他的国防部副部长讲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们现在已经跟英国的这个谈好了，对，我们也跟那个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谈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做萨德系统，而且我要增加多少？增加4倍。你都已经把这个所谓的你不要你俄罗斯你现在慢慢和好了吧？对，你现在伊朗都已经打败了吧？对，那你干嘛还要增加这么多？而且他说他现在所有的军工都要大幅的增加。”而且他还说，他现在是战争状态。对，我觉得川普的第二任的目标其实很明确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，从原本的国防部改成战争部，他的目标，你觉得他会是要对付委内瑞拉，所以改成战争部？你觉得他是要对付伊朗，所以改成战争部吗？当然不是嘛，他另有目标嘛。那个目标大家都知道，昭然若揭。他的国防报告书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哪个国家唯一的战略对手就是中国嘛。好，那现在呢？事实上，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，美国各大他们其实的美国战争部都一直在跟各大军火商在开会，洛克希德马丁啦，或者说什么波音公司啊，这个通用电气，他都要你多增加目前的产能。这每一家公司都是一样啊，每一家都是一样。那现在不天下太平吗？没有，他战争都是你发动的啊。而且这个都是他们需要非常大量的武器嘛。他为什么他要日本也要生产？对，为什么他也要找台湾生产？他现在是能够生产的，他都叫你赶快生产。对，所以这等于是他要准备非常多的武器嘛。对，那现在新的说法是，他们的这个战争部的助理部长就说，战争部转入战时状态啊。然后他跟那个英国的贝仪系统，还有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签署，他们要把萨德的导引弹头呢升到原来的4倍。然后我们买的不仅是技术，我们正在打造一个自由兵工厂，压倒任何威胁、速度、规模、主导力，让我们敌人彻夜难眠啊！所以他的敌人还没有被他打倒，对，他的敌人还在存活，对，他的敌人还想让他彻夜难眠，对，所以他敌人不是俄罗斯，他的敌人不是伊朗，他敌人是谁？当然是中国嘛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，事实上以美国这张图来讲的话，他们为什么要打造那么多萨德？萨德当然可以攻击嘛，对，比如说他们在部署的南韩这个部分，你看他们也很怕中国会用飞弹，或是北韩会用飞弹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有这个地面的这个有海边的这个神盾舰可以拦截飞弹，萨德可以优先知道你发射飞弹出来。包括说在美国那边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包括爱国者啊，或者说像有这种所谓拦截弹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某些程度来说，我不只要攻你，我也要这个萨德，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爱国者，就是要防你。而且川普很凶哦，对，他跟那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人讲说，你不要把你赚的钱都放在口袋，是你现在赚的钱只有一点点的可以放你口袋，你其他全部要给我继续投资。那现在日本也是一样。日本现在刚刚讲的，你的飞弹要给我做，你的潜舰要给我做，你的神盾舰要给我做，你要全面的发展。对，没错。如果你去看日本的这个股市来说哈，宝杰，那这几年其实日本的军工股涨翻天啊！我跟大家讲，我先跟你讲，三菱重工这5年涨了1270%，那这个川崎重工涨了900%，另外一个石川岛薄膜公司涨了1080%，10倍、9倍、12倍的大涨。那你想为什么他们会涨成这个样子？因为很简单，美国打开了日本的捆龙锁，他说你给我军工产业给我全力生产。对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日本很多产业，像譬如说三菱重工，它就是日本的洛马，它包了一大堆，对，他们的舰啊、他们的艇啊、无人舰、无人艇，还有潜水艇。都他做的嘛，川崎重工也是。那这个薄膜公司来说，他们的引擎几乎都是他在做的，所以等于这是你看，所以它 F-35的引擎可以在日本做，对，他们的御三家就是他们国防御三家全力生产下去啊！你看，所以我才说不是只有美国。刚才你不是提到吗？川普是签了一个命令，要求美国所有的国防公司，你不准给我分配股利。对，这个很奇怪啊！你居然会要求，这个公司不是要分配股利给股东？他说你不准，他说你们太贪婪了。对，而且你们都把赚的钱都放在你的口袋，所以你就没有认真生产。对，没有认真生产，还有我们需要这个军工的时候，我们拿不出来。他还限制你们的薪水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全部给我投资。虽然说，其实美国的军工产业在未来这2-3年会投资的非常大量，但他不是只有投资他自己本身，他还要求日本。他还要求台湾，要求他的盟友全部给我能够开。所以，司讲说，现在全世界当然是以这个所谓的半导体、以 AI、以这个所谓的低轨卫星为主要的投资。是，但有一个大家没注意到是，这个军工产业这几年的爆发是更可怕。对，没错，像南韩也是啊，南韩这几年来说也是卖了非常多军工产，它一年可以卖到200亿美金呢。这个其实金额相当之庞大。虽然说，其实呢，在川普的这个指挥之下，全球的民主兵工厂，你就给我发大财，就给我开始大量的产能开出来。所以国民刚刚讲的是，现在川普是不只是要求美国要这个生产，连日本现在刚刚讲的御三家，刚刚讲过，
三菱重工这5年增加了1270%，川崎重工增加了900%，IHI 等于说增加了1080%，这都非常可怕的数字。然后呢，你像刚刚讲的美国现在也是一样，台湾现在的军工产业也被要求纳到了美国的体系里面吗？其实这个要跟2次大战经验也有关系啊。其实这2次大战经验，其实大家都说美国是什么？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嘛，那你就说把这个历史经验放出来看，你就大概知道说美国想干嘛了哈。那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说，美国要求哈这些欧洲国家或其他盟邦好像生产就 THAAD 或爱国者飞弹系统，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好像是防守性的哈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其实它也是叫板中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好，我增加我的防御系统，我都顾好了，那我就看你中国要不要增加你自己的防空系统，你自己的防空系统，比如说不管你是轰击9、轰击9B 哈都好。我增加了，我已经顾好我自己，我不怕你打。就像当年雷根的星战计划，对，也就是说我骗你说我有星战计划，我就逼着你苏联也要相对的提升你战备。如果你不能提升战备，你就被我压着打。那现在美国因为我不是自己单干，我把周边国家全部加进来了以后，刚刚讲的我有航母，我有航母。我有这个所谓的神盾舰，我有飞弹，我有这个所谓的很多的这个战力，你必须跟，你要不要跟？你如果不跟，我就show hand了。对，其实它有美国的潜力哦。你还记不记得美国已经发展到 V2 跟 V2C？它那时候是美国就发展 V2 跟 V2C， 说叫板，就是说中国说我已经发展第6代的轰炸机了，你要不要伸出你的轰20出来？到现在还没有哈。所以其实以前我们看说，只是美国只是增加攻击性武器哦，叫板说中国你要不要增加军费？跟不跟？跟不跟？现在它已经成功了，那只是说现在说。叫周边国家生产什么？生产防御性的飞弹。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，其实呢，他暗地还是叫板中国说，我要你增加你的军事预算。那这个对中国现在的整个军力发展，或者它的整个军费支出，已经造成很大的压力了吗？对，当然是很大压力，因为我们讲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，军费就是那么多哈，你用在守的一方多，攻击的一方就少哈。那你先前已经用在很多什么攻击性武器，什么各式各样短程、中短程弹道飞弹，很好哦，美国看在眼里很好。但是我如果说增强我的防御力，我会加强你说你要不要增加你的防御力？因为美国它也有。它自己的极音速飞弹啊，而且它的产能动起来，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哦。那其实你不要看美国啦，其实像我们刚才讨论说海马斯多管火箭，我们好像说海马斯多管火箭是300公里哦，好像说我们没有什么陆上的巡弋飞弹啊，射程不到1000公里啊。其实我们有雄21啊，我们自己雄21啊，还有也可以有1000。对，其实还有谣传的云峰飞弹嘛，所以其实美国只是加强你中间射程的这一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。那其实美国会看在眼说。你台湾有没有长程巡弋飞弹？有啊，好，那以前是日本没有发展，那现在是鼓励日本发展，说好，我这边周边国家呢都要求你增强军费的话，其实当然会给中国很大的压力啊。那中国很大的压力，就它增加军费。吴导，你曾经用草台班子来形容郑丽文的这个手段，就是你们有那种庙堂的这个细腻，然后你做的事情很粗糙，做得很粗糙以后搞毛了很多人。结果我觉得最妙的是什么？最妙的是中时跟联合2大报的社论，现在没人看社论，但你知道中时联合2大报社论，他们是非常在乎的，因为他们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姿态的。2大报都说郑丽文，你闭嘴吧，你不要再讲话了。2大报的社论代表了中国国民党的主流论述，长期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从这个圈子出身的嘛。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，对郑丽文有没有用？屁都没有用。郑丽文谁都不甩，他的嘴巴他自己控制不住嘛，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嘴巴的人，他非要骂一个金小刀贼人嘛，他非要骂一个你不要把什么变成敌人啊，给敌人刀子，他每天不骂人他不爽嘛，他可以关3天。超过1个礼拜一定骂人。对，我看这是他是从20岁在台大开始，到现在到了60岁当党主席，他的几十年来不变的生活习惯。可是他能够当党主席，这2大报是出了很大力的耶。他每一次都过河拆桥，我们这边给他8000票，他不照样骂？他们哪有不他过河拆桥，他不是恶意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失控，他很简单，他是个完全失控的人。然后有任何人骂他，他一定反击。所以他讲过一句话嘛，他说我要把国民党这个狮群变羊群变狮群。现在搞了半天，我们现在找到了
只有一个人变成狮子，谁？就他一个他一个人然后谁是羊群？谁羊群？国民党还是羊群，他继续吃国民党，他每天吃国民党吃定了，国民党每个人都怕他。对，国民党立委私下跟我讲，这个人很恐怖，很恐怖，不能惹他，不敢惹他，他会干回来，你知道吧？他干回，他不管你。刚刚讲到的，我连江启臣我都敢这样对付，我谁不敢这样对付？他不是江启臣还无所谓，还有一个规格啊。他连你议员他也干你啊，对不对？立委你看他干徐小新哪里跟你客气的？他根本没跟你客气啊。徐小新跟他开会报一大堆8100亿资料，看了半天，他这边看半天，最后结论3800亿。你放狗屁！你讲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那今天你开会，那你看到今天国民党的立委，国民党这些人全部都跑去跟朱立伦吃饭，不跟郑立文吃饭，只跟韩国瑜吃饭，那个对郑立文难道不会很难堪吗？他不怕难看，他也不怕难看。他让把我一个朋友跟他一起拍照，拍完照挂了红条，他跟我讲说挂完红条，拍完照之后，他马上把那个红条换个地方去拍。刚刚那张照片不要用，不敢跟郑立文。不敢用那一张，对，我不敢用郑丽文的照片，但我也不敢不跟郑丽文拍照。对，先拍完以后换一个地方再拍一张，用那张新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你抖内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。而你的超级留言，我都会认真看的。57台每晚9点，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。